近期，美国的川普大开口说，美国应该跟台湾收保护费，引发台湾社会一阵热烈讨论。川普接受彭博商业周刊专访时谈到，美国保护台湾，但台湾却夺走美国的晶片产业。川普表示，台湾应该付给美国保护费。美国这种收保护费的行径，其实在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接下来面对的这一本书《被隐藏的帝国》，就要来谈谈美国的帝国史。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西北大学历史学家 Daniel Immerwahr。作者提出一种史观，要知道美国如何成为世界强权，不能只看美国本土发生的事，更要注意美国海外殖民地发生什么事。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来介绍美国是如何建立起海洋帝国，为何在二战后主动放弃殖民地，又是如何在当代打造一个被隐藏的帝国。美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打造帝国的？19世纪工业革命时，美国大量种植棉花，用单一经济作物取代粮食作物，但是过度开发农地导致地力耗尽。当时不像我们现在有人造肥料，为了维持地力，欧洲国家必须用一种海鸟的鸟粪当肥料，但是这种鸟粪只有南美洲有。当时英国的一家企业独占了整个秘鲁的鸟粪产业，可以任意哄抬价格，导致美国国会议员抗议。当时美国总统 Millard Fillmore 就说，政府有责任帮商人以合理价格取得鸟粪。既然美国国内没有鸟粪，那何不扩大美国国界，让国外的资源变成国内的？所以美国资本家就集资组成美国鸟粪公司，在太平洋的小岛上找鸟大便。美国政府派海军随行，保证开挖行动不受别国干扰。1856年通过鸟粪岛屿法案，规定美国公民只要在无人岛上发现鸟粪，总统就可以裁决这个岛属于美国。到1863年，美国已经并入了59个小岛。美国诗人惠特曼还做了一首诗赞扬美国，说：“太平洋将是我们的。”不过挖鸟粪在19世纪是很糟的一种工作，鸟粪的味道会造成肺部伤害，产生呼吸道疾病。搬粪到一半，你还会被天上掉下来的鸟粪砸中，导致企业找不到美国人来做这份工作，所以当时都是骗黑人还有中国人来捡粪，谎称优渥待遇来把他们骗上船。这造成了一场黑人暴动，5名白人警卫被杀。回到美国后，这事情就闹到了最高法院。当时帮黑人劳工辩护的律师 Avery Warren 说，这些黑人没有犯罪，因为太平洋岛屿不在美国司法管辖权内。你如果说这些岛是美国领土，那上面为什么没有任何政府官员？如果这些岛屿适用美国法律，那劳工受到这种待遇，违法的应该是雇主才对。没想到当时的总统 Benjamin Harrison 站在劳工这边，就立下了一个先例。美国的法律边界不只有北美大陆，还延伸到海洋。这些太平洋小岛就成了美国建立海外帝国的基础。到了19世纪末，美国更进一步向外扩张，因为当时欧洲强权已经把整个世界瓜分殆尽了，所以美国其实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殖民了。当时的海军上尉 Ephraim Mahan 就出了一本书《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提倡说，陆地已经被各帝国占据，但海洋是开放的。历史上成功的海权国家都不只是占领陆地，还需要占领陆地之间的中继站，才能保持航线畅通。这本书在欧洲爆红，维多利亚女皇邀请作者共进晚餐。日本的海军学院用这本书当教科书，才启发他们要占领台湾。美国当时也受到这本书影响，决定发动战争来扩张帝国版图，攻打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为什么选西班牙呢？因为当时西班牙的海外帝国正在衰退，殖民地出现人民起义，已经跟西班牙打了数十年，所以美国的加入其实是带来最后的致命一击。美国承诺殖民地的菲律宾人说，只要跟美国联手，战后就让你们独立。但在战后，西班牙总督却说，我只愿意跟白人投降。所以签订投降条约时，西班牙只跟美国人谈判，让美国用2000万美金买下菲律宾，而菲律宾人却被拒于城外，没有任何话语权。殖民地人民起义的成果就被美国收割了，这让菲律宾人非常愤怒。当时菲律宾已经发表独立宣言，起草宪法，发行货币，选出了总统阿奎纳多。现在竟然说要被卖给美国，所以总统阿奎纳多跟美国宣战，发起美菲战争，带领菲律宾人打游击战，希望用拖延战术，等到1900年美国总统大选，让民众对美国的帝国行径感到反感，这就会有助于菲律宾独立。
结果1900年的总统大选的确被帝国议题主宰，这是美国史上第一次海外殖民地的问题会决定哪个政党胜出。结果共和党的 William McKinley 以52%得票率胜出，胜选后指派麦克阿瑟将军的父亲担任统帅，处置菲律宾。但是菲律宾人渴望独立的意志坚强，不肯屈服。老麦克阿瑟于是下令，不跟美国投诚的人10岁以上的全部屠杀，夺走了吕宋岛上1/6的人口，超过100万人死亡。美国虽然成功占领了菲律宾，但是屠杀的事情传回美国后，战争中的少将跟将军都被起诉，也开始让美国本土的人民产生了矛盾的心理。美国拿下西班牙殖民地鸟粪岛屿后，开始引起了美国本土人民的担忧。在以前美洲西部拓荒时期，美国得到的新土地是白人移居过去，所以美国领土扩大后是让白人的生存空间增加。但是现在海外占领的新土地上面住的不是白人，而是亚洲人、黑人、原住民。这代表美国越是往外扩张，白人的人口比例就会越小。到了1900年代，美国的海外帝国已经获得了7000座岛屿，住着850万非白人居民，超过美国人口的10%。这对当时盛行的白人至上主义构成了挑战。许多美国人反对帝国扩张，不是因为同情被殖民者，而是认为美国是一个白人国家，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被其他人种玷污。像是在1846年美墨战争时，美国曾考虑占领整个墨西哥，当时的政治家就反对说，我们从未想过要将非白人纳入美国联邦，所以最后美国只有兼并人口稀少的墨西哥北部，人口众多的南部就没有纳入，而成了今天的墨西哥。还有在1860年盛产糖与咖啡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曾经欢迎美国把整个国家买下来。当时麻州议员 Charles Sumner 说，由另一个肤色的人种占据的国家，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美国的一部分。1867年，美国跟俄罗斯买下阿拉斯加，当时美国人就抱怨说，我们不想要跟爱斯基摩人一国。总归一句，美国的帝国扩张想要的是土地，但不想要这些土地上的有色人种。所以拿下西班牙殖民地后，美国本土就出现了激烈的辩论。美国想要秉持3种立场：共和主义、帝国主义、白人至上主义，但最后却发现他们只能同时采取2种，一定要舍弃一种。第一种选项是维持共和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例如，马克·吐温原本支持帝国，希望美国应在太平洋上放声高叫，但是在看到美国对菲律宾的屠杀后，就转向了反帝国主义。只是他当时书写的反帝国手稿无法出版，直到1960年代，这些手稿才被公开。第二种选项是牺牲共和原则，维持帝国扩张，但这就需要想办法合理化为什么非白人不能民主自治，所以当时就出现了许多白人至上的论述，像是美国征服菲律宾后就说亚洲人不像白人有自治能力搞民主，美国基督徒的使命就是要教化他们，这是白人的负担。最后第3种选项是抛弃白人至上主义，让帝国的人民都可以享受到共和制，平等对待美国海外领地的有色人种，让海外殖民地变成一个州。波多黎各人、菲律宾人都想走这条路，结果都没有成功。领地的人民一直都受到歧视、差别待遇。后来只有夏威夷跟阿拉斯加成功变成州。美国高等法院解释说，美国的海外领地不受宪法的人权保障，因为宪法只适用于州，不适用于领地。所以菲律宾被美国统治的47年，从来没有获得美国公民权。在一战时期，民族自决风潮下，美国威尔逊总统让波多黎各人成为美国公民，但却没有完整的公民权。他们至今依旧没有投票权，没有办法选美国总统，除非移居到美国本土，才有这些权利。I want to once again call to the attention of my colleagues here in Congress that there are still American citizens today who do not have equal voting rights. These are citizens of Americans' island territories, the U.S. Virgin Islands, Puerto Rico, Guam, and the Northern Marianas. Yes, American citizens living in US island territories do not get to vote for president. And that's the kind of unsettling fact that deep down you probably knew but chose not to think about. 直到今天，美国仍有400万人口生活在领地，被当成次等公民对待。20世纪，美国的科学突飞猛进，让美国成为超级强国。但是帝国的进步其实隐藏了许多被牺牲的人民。这些事情都不是发生在美国本土，而是在海外领地。
20世纪初，美国殖民地饱受钩虫病肆虐。在193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派罗德医师到波多黎各治疗当地人。罗德医师在治疗期间，在信里面自白说，当地人口过剩是导致疾病的主因。我努力杀死了8个人，还把癌细胞移植到几个人身上，进一步灭绝他们。一位美国医师竟然出于种族仇恨杀害波多黎各人，这件丑闻成了当地人反抗的导火线。当时的民族主义领导人阿尔比苏就组织民族党，希望带领波多黎各独立。结果阿尔比苏被 FBI 逮捕，被指控颠覆美国政府，在亚特兰大监狱服刑10年。罗德医师反而没事，还当上了纽约纪念医院的院长。在二战期间，成为负责化学毒气测试的组长。当时美国为了比德国抢先一步做出化学武器，需要找廉价的人命到巴拿马海外的小岛进行毒气测试。结果罗德医师就运送了许多波多黎各人去当试验品，许多人后来都得了癌症。二战结束后，罗德医师获得了荣誉勋章，表扬他开发的化学武器。他还利用人体实验获取的医学知识，开发药物治疗癌症，发明了一种技术叫做化疗，这让他登上了1949年的《时代》杂志封面。我们今天所做的化疗背后隐藏着这一段帝国史。在波多黎各人的记忆里，罗德是个大恶人，但在美国科学界，他却被视为伟大科学家。美国癌症协会每年都颁发罗德纪念奖，奖项颁了20年后，才有波多黎各的科学家出来揭露罗德曾经做过的事，让美国癌症协会大吃一惊，才在2009年把奖项名称改掉。除了化疗以外，我们今天用的避孕药也是在波多黎各实验出来的。在1950年代，美国避孕药之父 Gregory Pincus 开发出避孕药后，第一个问题就是不晓得如何进行临床试验，因为控制生育在当时美国许多州都是非法的，但是波多黎各却例外。政府想推行控制生育，因为当时盛行的优生学认为政府应该计划性消除劣等人种的人口，所以在1956年 Gregory Pincus 就到当地进行实验，威胁波多黎各医学系学生说，不参与实验就得不到分数，而且没告知副作用就进行试验。测试时，许多女生出现不适症状， Pincus 却说是波多黎各的女人自己太敏感。多年试验后，避孕药成功在1960年上市。后来许多避孕产品都是在波多黎各先进行临床测试，像是我们今天熟知的一些大厂牌都赞助过波多黎各的计划。根据统计，有1/3的波多黎各妇女被绝育。进行绝育计划的这段期间，刚好阿尔比苏已经出狱，回到波多黎各。他认为避孕药试验是美国想让波多黎各人绝子绝孙的阴谋，再次带领当地人起义反抗。当时2位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到华盛顿暗杀杜鲁门总统，差一点就成功了。被抓到法庭审判时，他们说这是为了让美国人注意到波多黎各发生了什么事，因为美国人根本不知道波多黎各是美国领地，还以为是他国事务，所以作者才说美国是一个隐藏起来的帝国。美国有办法让自己的公民以为自己的国家不是一个帝国，把伤害转嫁给殖民地的人民。美国无线电公司 RCA 来台设厂，却在1994年被当时的立委揭发，原来桃园厂长期挖井，捡到有机溶剂3氯乙烯与4氯乙烯等有毒废料，光2001年已经有1375人罹患各种癌症，216人因癌症过世。美国资本家，美国资本家，压迫台湾人，压迫台湾人。把科技进步的代价隐藏起来，人们就看不到那些被隐藏的历史，而只看到美国的高科技水准，认为这都是靠美国科学家自己努力打拼的成果。二战日本战败后，美国国会收到了让日本成为美国第49州的请愿书，还有许多地方报纸支持菲律宾成为一个州。这时候的美国有足够权力可以把许多国家并吞，但没想到美国却做了相反的决定，让最大的殖民地菲律宾独立，甚至督促其他欧洲国家放弃殖民地。为什么国力第一的美国会突然放弃建立帝国？这个转向令人匪夷所思。作者认为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解释。首先是二战后殖民地人民出现大规模反抗，让整个国际舆论的风向改变，转向支持被殖民者。
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原本希望维持海外美军，但却看到2万名美国大兵在马尼拉游行，要求回家。这些美国军人见证了亚洲的反帝国运动，意识到自己其实在帮助压迫者，决定转换阵营，跟菲律宾民主联盟结盟，要求美国政府让菲律宾人自治。类似的抗议行动也出现在夏威夷、韩国、关岛、缅甸。关岛有3000名士兵绝食。缅甸的美国士兵写信给杜鲁门总统说：“我们不想再扫射这些追求自由的东南亚人民了，因为抗议规模实在太大。”美国政府不得已只好撤军。当时整个亚洲都在看美国会怎么对待菲律宾，是要遵守当初让菲律宾独立的承诺，还是要背叛承诺，让美国成为世界笑柄？所以最后在1946年，美国让菲律宾独立，又在1959年让阿拉斯加跟夏威夷升格成第49、第50州。杜鲁门总统说，如果不让他们成为州，加入美国联邦，就不能向全世界展现美国是民主自治的国家。这在当时是一个重大决定，因为在阿拉斯加、夏威夷，白人都不是多数人口，等于是要让非白人可以平起平坐进入美国政治体系。夏威夷选出美国史上第1位华人议员王友良，而且也是当时少数允许跨种族婚姻、多元族群共荣的州，像是奥巴马的父母就是在夏威夷结婚生下他。第二个美国放弃帝国的原因是，美国的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已经不需要仰赖殖民地了。在二战时，日本占领了出口橡胶的东南亚，造成欧美国家出现橡胶荒。没有橡胶，就没办法制造轮胎、管道、电线。美国意识到麻烦大了，所以美国政府大力资助开发合成橡胶，成功做出了用石油就可以合成的橡胶。这项发明让美国不需要殖民东南亚，也可以取得橡胶。除了橡胶以外，美国也发明各种原物料的替代品，其中影响现代人生活最大的就是塑胶。合成布料、隐形眼镜、皮革都需要用到塑胶。当时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就讽刺说，现在整个世界都可以塑胶化了。物理学家费曼则说，科学家知道如何合成一切的时代将到来，几乎美国需要什么都可以用化学合成物，就不再需要仰赖国外的原料，等于是从天然资源的限制中解脱，不需要像欧洲那些国家一样争夺殖民地了。化学合成物满足了帝国的饥渴。不过这里有个例外，就是要制造这些合成物，还是需要石油这项原料。这就是为什么在二战后，许多国家纷纷脱离殖民独立，但是中东国家反而开始被美国盯上。尼克森总统在任时，甚至认真考虑过夺取阿拉伯国家的油田。We could not allow the Soviet Union to intervene unilaterally there, because if they had, we would have been forced to intervene. 再来最后一个美国放弃帝国的原因是，美国把美式标准输出到全世界，用全球化取代了帝国。在一战时期，美国加入欧洲战场时就碰到问题，美国用的是英制，但欧洲用的是公制，度量衡标准不同，导致美国生产的枪支弹夹、军火设备都跟英国设计的尺寸不相容。美国人想跟盟军借子弹都没办法，所以在二战期间，同盟国成立标准统合委员会，协议按照美国的尺寸去制作。因为当时的核心物资都是由美国制造。二战后，欧洲损失惨重，工业停摆，反而美国工业高速发展，占全球经济产量60%。美国制造的物品越多，国际上通用的标准就逐渐向美国靠拢。慢慢的，美式标准进一步影响全球各个产业，例如各国的航空产业在空中都是讲英文，交通号志、红绿灯也是美式的，学术期刊的标准也是美国定的。透过输出这些美式标准，等于是让国际贸易按照美国的方式在运作，所以美国不需要殖民别国，用全球化就可以达到同样的影响力。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美国人不需要学别的语言，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都必须学英语。其实，在1930年以前，国际会议都是以法语为正式语言，是美国人必须去学其他语言，像是威尔逊、老罗斯福这些人都精通德文。到了二战后，许多被英美殖民过的国家都对英文反感。甘地就曾说，印度仰赖英文就是奴隶的象征。菲律宾国父奎松则说，把英语当成官方语言，阻挡了当地语言生根的机会。中国的毛泽东掌权后，甚至发动文化大革命，禁止教英文。整个第三世界在战后都出现了反英语的浪潮。那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国却是以学英文为潮流？因为在二战后，世界各国精英涌入美国大学留学，
这些人都是高知识分子，毕业后回到母国传播英文。美国政府大力资助各种海外英语教学、广播电台，例如台湾的 ICRT， 前身就是美军电台。但是美国并没有强迫其他国家学英文，而是因为美国变成强势文化，最新的学术出版、科学研究是用英文写的，各种软体程式的语言也是英文，最新的科技产品都是来自美国。76%的诺贝尔奖得主是讲英文。来自非英语国家的人，如果想要追上美国，就必须会英文。当今谁不会英文，就等于没有竞争力，跟不上全球化的角度。所以现在美国不需要殖民别国，全世界的人就会自己去学英文了。这让美国人可以在世界各地做生意，不用担心语言隔阂。好莱坞电影、书籍、广告都可以轻松输出到国外，让美国能进一步维系英语霸权。最后，作者要来挑战之前的说法：美国真的已经放弃帝国了吗？当然没有，这个说法太天真了。美国现在只是用军事基地在打造帝国。早在1958年，美国海军 Stewart Barber 就建议美国政府，反殖民的浪潮席卷第三世界，西方强国难以继续殖民这些国家了。美国与其继续占领，不如转到人口稀少的小岛上建立军事基地。因为人口稀少，就算被美军占领，生活在主要岛屿的国民也不会太在意。美国因此跟许多国家协议，由美国提供保护、援助资金，以交换驻军权。像是在菲律宾独立后，美军基地依然留着，一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国内的反美声浪高涨，最后一座美军基地才被移除。近年因为中国的南海威胁，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又允许新增美军基地。美军基地还可以用来测试核武。在二战后，美国用马绍尔群岛来测试原子弹，强迫迁移当地原住民。结果核武测试的辐射落成影响范围太大，波及到日本的渔船。在当时，日本掀起了一阵恐慌，激起日本战后的第一波反核运动。全国2000万人联署，请愿禁止使用原子弹。日本战后，美军一直占领到1952年，但是即便占领结束，仍有20万美军驻扎在日本。当今冲绳虽然已经回归日本，但美军基地依旧在冲绳，让当地民众认为冲绳根本就是美国殖民地。美军在当地有大量性攻击犯罪的记录，造成当地居民大规模的示威抗议。从1945年到2016年间，驻日美军发生至少400起性犯罪记录，截至2023年，案件数暴增2.5倍，来到超过1000起。那日本政府为什么不跟美国说不呢？因为美军的存在让日本获得大量订单，获利庞大。战后，美国部署第一岛链，但是从美国送军备到亚洲太遥远，如果在日本制造，反而更节省成本。所以美军跟日本的关系其实更像是雇主跟劳工。劳工如果拒绝老板要求，等于是打断自己的生计。美国在亚洲打越多场战役，日本就可以接到越多订单。从韩战到越战时期，日本经济成长了55倍。可以说，日本战后的经济起飞是高度仰赖美军基地。美军喝着麒麟啤酒，用尼控相机，骑着Honda机车，这些全都是日本制造的。日本用政治的自主性换取战后的经济繁荣。所以日本对美国的态度一直都是又爱又恨。一方面，当地居民对美军基地反感，但另一方面，日本人又知道是靠美军的存在才拥有当今的经济繁荣。直到今天，美国还有800个海外军事基地。美国能够成为今天的世界强权，靠的正是这一些不起眼的小岛，让美国不需要殖民任何国家，也可以透过基地来维持地缘政治的秩序。今天这支影片，我们介绍了美国何以能够称霸世界。美国的海外帝国起源于夺取鸟粪资源，但是当美国开始占领非白人的领地时，美国本土又开始出现帝国的矛盾心态，不愿意让海外的非白人享有平等公民权。科技发明让美国在二战后成为第一强国，但许多科技发明背后，人们看不见的是被牺牲的殖民地人民。美国宣称自己是世界警察，但是这个警察所到之处，你都看到各地人民在反抗。夏威夷、波多黎各、冲绳、菲律宾，直到美国自己的军人出来抗议后，美国才逐渐转向放弃帝国。因为科技全球化、英语霸权、美军基地，已经让美国不需要殖民，也可以维系自己的权利，在背后打造一个被隐藏的帝国。留言加分享本期影片的脸书贴文，就有机会抽《被隐藏的帝国》一本。
也欢迎您使用超级感谢，或是加入频道会员，支持超级 Y 创作更多影片。